我们也来到了吉安的翡翠公盘。听说这次的公盘的好东西啊特别的多，至少有20-30个亿的翡翠毛料的展出啊，空气中都是人民币的味道。闲话少说啊，我们就排着队一起看一下。好，这里都是公盘的内层了啊，我们对这个公盘做一下简单的一个介绍。吉安呢是翡翠行业的高货集散地，而这里的公盘啊属于这种国内金字塔尖的市场啊，号称国内最贵的地摊市场。我们看到的啊这些拖鞋军牌啊，很多都是行业里面满级的存在。我们来公盘呢也是重在参与和学习，有喜欢的就投标。当然这次呢不要是空军啊。在这种公盘啊，想中标是非常难的，狼多肉少的这种竞争啊都非常的大，而且啊都是职业团队参战，一个团队里面没有一个3-5个10年、20年的行家啊，都不叫团队。公盘呢属于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一种交易方式啊，一个石头在最终只有一个获胜者，风险和机遇都是并存的。在这里呢，也有我们这个行业赌石的影子，几乎是每一场公盘下来啊，都有一些幸运事件，一个石头赚几百万、几千万，在这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这里也是我们翡翠行业的这个魅力所在吧？好吧，外行看热闹啊，内行看门道啊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些摆在地上的石头啊，动辄几百万、几千万，表示很难理解。其实大家在这里看到的，都是整个行业精品资源的一个收敛啊。这些背后的这个资源上，都是属于能够左右行业的一些巨头公司啊，都是一些大矿主的一些联盟资源。像这里的石头啊，都是要搬空无数座这种矿山才有的这个产出。品质翡翠的这个产量啊，其实是很低的。这里的每一个石头啊，几乎都是从这个缅甸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啊，这个运回来的。不说别的啊，从我们的了解，一个大矿主啊，一个月的这种开采翡翠的机械油耗量都要过亿人民币的成本，这种开采成本和引进成本啊，都非常的高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啊？在行业里啊，真的是一山比一山高。别看这里都是我们所谓的大佬啊，老司机在这里都是非常的低调啊。其实翡翠这个行业啊是一个小众市场，只是这种啊资源高度集中的这种交易模式啊，容易让大家这个误解。像这里顶级的这种交易市场啊，真的还不如我们房地产一线市场开一个中型的一个楼盘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这个用着平常心啊，我带大家这个看一看啊，逛一逛。这些箭头都是非常的大，像这种都是吨位级的啊，非常吨位级的。这个料子在公盘里面，这边就会有一些标识啊，这种叫白标，没有标底价的。像这个石头的话，有3吨啊，有3吨，有2片啊，都是有些编号。这个商家呢，根据自己的专口啊，就是自己的这种选择和对应的这个需求啊，对这些玉料进行价值评估啊。这种价值评估的话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。一块玉料怎么去盘算，怎么去做价啊？怎样价值最大化，就是这个行业啊最专业的一个根基在里面了。这里的大部分的玉料都是属于切斩的玉料啊。我们来看这里的石头，就跟我们传统上看到的石头都是2回事啊。第一个是长头比较正啊，第三个是箭头比较大，第3个是表现特别的好啊。这些都是具备这种独斩或者是一刀ful的一些潜质。164公斤，像这种料子的话，就是适合用来做这个手镯，它这个裂比较少。综合分析一下，差不多有350条左右的手镯啊，一条手镯能打多少钱啊？这个就是专业功底的一个所在。从石头上看出这个玉料的一个价值。这个不同的行家看这种石头价钱的偏差都比较大。比如说有些商家喜欢这种拿来做摆件，那可能价值的话又不一样啊。这种手镯的话，我们看几千块钱一条啊，300条的话。可能就100多万啊，100多万。这是一块会卡料啊，会卡料，颜色特别的好，切开，看这个颜色特别的舒服。这个要申请那个胶水哥出站啊，没有粘不好的东西，这个料子粘好了啊，几百万就有了。啊，这个是这次公盘的门神，我们也看了一下啊，像这种玉料的话，简单一算的话，应该有3-4千万，肯定是随便有的。钱恐怕搞不定啊。这个要镀底，要镀底。这种料子盘下来啊，有1吨多，跟那边那个是同样一块料啊，跟旁边那个同样一块料。这个盘都要盘半年。
这我们叫马砂料，马砂是一个常客啊。马砂料的话，特点就是非常的大，然后种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稍微弱一点啊。好，我们边这边看吧。昨天也看了好几份料子啊，我们也今天准备这个头标，这种大料不是我们的专可。这些料子在地上，这些料子啊，基本上都是100万起步的，都是100万起步的啊。这些料子都非常的大啊，这个是公盘里面，它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些编号啊，这个数量、重量，这个有760公斤，这些都是手镯料啊，这些都是手镯料。这个料子比较大一点，这个有1.6吨啊，我们盘了一下啊，也是1000多万，可能要随随便便要1-2千万啊。这种料就适合现在互联网啊，把它下薄了，做这种薄片、放片，直接切手镯。手镯也比较多，好的手镯的话可以打到7-8千过万，普通一点的话打到2-3千，然后综合一下。像这样的料子的话，切手镯可以切到个2-3千条吧，因为有一些裂啊，这个色彩也比较丰富。这个料子也是大石头的一部分。走吧，强哥，我们去看一看里面的吧。